在这场里面，你是皇上，我应该是太子。我被别人打了，我老爸了还没出个面，医药费还是我自己贴的。杨子本来就不是儿子，他不同意改娶关系，我老爸登报的改娶，必须改娶。亿万富翁要和杨子断绝父子关系，他为何要这么做呢？对此，郑直树表示，他需要的公司继承人一定要能吃苦。然而，自己的养子郑州却始终让他失望。一动也不勤快，怎么的呢？一不努力，直都要钱，直都要钱，他这个情是吧？根本没言语，也没言语我的企业，也没言语我的家庭，只讲成这个比这么一个攀。之所以他从小就不给郑州巨额的生活费，也是为了锻炼他的心智，培养郑州的办事能力，并且当时还让郑州去朋友的厂子里打工。由于朋友当时不缺人，工资基本都是郑直树发的。没18岁之前，帮着我一个朋友在那个广城里面那个周先生那里去打工，他不要人，我说不要人，工资归我发，表面上你给他，我再给你，是吧？也搞不好。然而他的良苦用心，郑州却不能理解。而当时叛逆期的郑州也很讨厌父亲这样的做法，最后才离家出走。当时郑直树还计划着培养郑州做自己的继承人，然而郑州却十分懒惰，不愿意接受培养，只想着过平静稳定的生活，在乡下还盖了一套别墅，这让郑直树对养子十分失望。如今郑州已经35岁，却不肯上进，只想着眼前利益过安逸的生活。无奈之下，郑直树只好选择和郑州断绝关系，让女儿来当这个接班人。对此，郑州也终于明白了要断绝关系的原因，也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因为他自己清楚，他不光没有学历，也没有出众的能力，所以只是希望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。我没蛮大的目标，一个没大的想法，就是说一家人平安的，也平平安安，家庭和和睦睦啊，就这样过。但养父的性格却和他恰恰相反，只想着如何拼搏奋斗，不甘心过平庸的生活。郑州明白之后，便同意和养父断绝父子关系。此时的养母或许有些不舍，想要劝说郑州，让郑州主动和养父认错。但郑直树看到郑州，就立马离开了，只剩下了愣在原地的郑州。他心里有无数话想和养父说，但现在他没有机会开口了。最终，郑州与郑直树断绝父子关系。郑州虽然有些寒心，但他还是表示，以后养父母需要他的话，他一定会回来继续帮忙。之后，调解员把这些话传递给了郑直树，郑直树似乎也有些心软了。他真正希望郑州以后能自己承担责任，能够不停地磨练自己。等下次双方再见面的时候，郑州一定会变成熟许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点赞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